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真正厉害的人很低调，海低为王。真正厉害的人像大海一样，总是能将自己的姿态放低，能融会百川。真正厉害的人看起来很低调。人生路上，一个总有优越感的人，其实思想往往很狭隘。优越感过剩的人，常常觉得自己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看不到比他更优秀的人，那么他也会长久地停留在原地，无法再有更多的进步。金人名中写道：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真正厉害的人不会着急露头，而是会保持低调，考察实际情况，然后再结合自身实力做出选择。学会低调是通往成功的一种途径，低调是一种谦逊，低调是一种态度，一种活法。人若是太高调，就容易树敌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这个人确实有一定的实力，但是太高调也会遭到不如他的人群起而攻之。宰相刘罗锅中的刘墉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他深得皇上重用。皇上听信他人谗言，大兴文字狱。他心中不赞成皇帝伤及无辜，劳师动众，但却又无能为力。民不聊生时，皇上急了。他知道，如果他贸然进谏，可能会惹怒皇上，而且还会让皇上听不进他的意见。他虚心地去请教了他的岳父六王爷，想出了应对之策。他低调谦逊，不出头进谏，在朝堂上闭口不言，在皇上着急的时候装傻充愣，让皇帝心急如焚，让皇上急亦急。当刘墉再次进谏时，皇上很痛快地就答应他的建议。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刚愎自用，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。他深知有人比自己看问题更透彻，要集百家之长，才能弥补自己的短处。低调的人能避免祸端，保全自己，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出手，一击即中。这样的人拥有大智慧，往往也会有所建树。低调是一种修养，低调是一种姿态，更是一种修养。厉害的人懂得低调做人，表现出沉稳内敛的修养。《甄嬛传》中的甄嬛被华妃等人所排挤，在一次宫宴上，华妃等人强迫她跳舞，所有人都以为她不会跳舞，眼巴巴地想看着她出丑。眉庄抚琴，安陵容一展歌喉，甄嬛惊鸿舞惊艳全场。这个时候，华妃等人懊恼，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正是甄嬛低调不张扬，才会让敌人误以为她不会跳舞，所以才有了让她大显身手的机会，让她更受皇帝宠爱。越是层次高的人，越懂得低调做人，不会随意卖弄和炫耀自己的才能。虽然低调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感觉，但是真正展示自我时，总是会给人眼前一亮，让人折服的感觉。低调的人从来不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，而是懂得守拙，懂得谨慎处事，不会因为自己有什么样的强项而看不起人，而是懂得保持谦虚的姿态与人相处。低调是一种格局，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放低姿态，拼尽全力去努力，保持随时向别人学习的状态。孟非说，所有的优越感都不是来自容貌、身材、知识、财富、地位、成就和权力，只来自于缺乏见识和悲悯。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去看自己拥有什么，而是会看身边的人有哪些优秀的地方是值得自己学习的。哪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已经有很高的成就，也不介意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。当下社会是一个讲究团队协作的时代，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无法和一个团队抗衡。取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
才是最睿智的选择。善于保持低调的人，能凝聚人心，不断提升自己，强大自己。低调的人不刻意居功，不会自傲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而是懂得放低姿态，不断总结经验，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到更好。这样的人会更容易和他人相处，能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。生活中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表现得很低调。心理学家戈尔曼说，你让人舒服的程度，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。低调的人往往情商都很高，不强出头，不争输赢，自有城府。在生活中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达到理想中的目标，会学习，会不断地向前，懂得放低姿态，不断提升自己，强大自己。低调的人不但懂得放低姿态保护自己，而且还能保持谦虚的姿态，不断鞭策自己学习，默默变得更加优秀。学会保持低调，能更好地突破自己，突破困局。低调的人更容易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与精彩人生。